因应现在的生活需求，物流系统被广泛的使用，比如网络购物就需要从商家把商品运输到客户手中。对此，配合本学期教授的西门子1200控制器，制作了本专题报告。首先，我在模拟软体 Factory.io 里面制作了这个机构，在这里我们使用另外建构的模型来介绍机构的动作。首先，一开始最右边的2台电梯，我用它来模拟系统中拣货的这个过程。在此，我希望让它出6种不同的货物，而在每一个出货口都会有一个感测器，用来感测出货的数量是否正确。拣货完成之后，经过运输带到中间包装的过程，在这里我会让工作人员将刚刚提取出来的货物依大小包装成2种不同的箱子。包装完成之后，再分类到2个不同的手臂进行堆积。那中间的分类过程很简单的，就是用2个感测器进行。首先，方形的盒子比较高，2个感测器都碰得到，而另外一个矩形的盒子它比较矮，只能碰到1个感测器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以此来判断。那最后堆积的部分，也就是堆积到站板上，以方便货车将商品送到客户的手中。机构的部分就到此结束，接下来就是程式设计的部分。我们依机构可以将程式分为3大块来写。在这边，我使用最后面的手臂来讲解程式的结构。最开始，我打算让整个包含运输带的部分写成一个主程式，而中间手臂的动作因为非常的繁复，而且重复性很高，所以我打算让它单独写成一个副程式。而手臂又需要将货物堆积到不同的位置，所以它可以引用一个外部的参数。这个参数我使用阵列的方法来进行。我们可以这样思考：一个位置在空间中有一个坐标，而很多个坐标就可以组成一个阵列。比如说，我们想要知道第一个位置的 Y 坐标，就可以以这行代码来提取它。那另外一个部分，也就是电梯的部分，也可以如法炮制的出来。那它的参数呢，也就是电梯在不同位置的高度。最后，我打算将所有的参数包在一个叫做 Data Block 方块里面。那我们有了程式的架构之后呢，就可以来进行程式的撰写。我们先从相对复杂的手臂开始进行。手臂也就是我们要控制它从一个位置到不同的位置。比如说在这边我们想要让它从0动到10，最简单的也就是直接赋值让它动到10的位置。但是这样会有一个问题，比如在这边手臂只动到一半，而程式就开始执行下一行，这样有可能会产生 bug 或误动作的情况发生。对此，我们需要一个让它一直往前的力，直到它真的到那个位置再结束。这样又会有个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发生，就是手臂回传的数值可能会有误差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允许让它有一个小的误差，在度量空间中，也就是相减取绝对值要小于一个误差值，这样就是一个手臂一次动作的过程。我们只要让它用 case 全部串起来，也就达成了手臂一整套的动作。那另外一个相对复杂的部分，也就是电梯的部分，在此我只使用了2个电梯，所以我们用 if 加一个布林值就可以完成了。那知道是哪一台电梯之后呢，会有3个位置，所以我们用 for 回圈来让它跑过这3个位置。但在到那个位置之前，我们要确定这个位置是不是也要提取货物。如果没有要提取货物呢，就让它跑到下一个位置。那如果真的要提取货物呢，就让它到那个位置，然后提取相应的数量。那这就是电梯动作的流程。最后剩下3大块组成式，因为要配合运输带，所以我们回到机构来讲。首先，我们一开始还是电梯的部分，我使用了一个布林值来判断它现在有没有在抓取货物。如果要抓取货物呢，我们就让它进到第一个电梯，提取完之后再进到第2个电梯。第2个电梯也提取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将篮子送出来到第2个部分，也就是工人组装的部分。因为上下2个工作区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以上面这个来讲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让篮子进到工作区里面，使工作人员可以将内容物提取出来包装。当工作人员提取完内容物之后呢，再送出来，将篮子回收。那当工作人员包装完成之后呢，也就会到中间分类的部分。分类的部分呢，也就是依照刚刚讲的，用2个感测器就可以写完。所以我们分别使用2个 if 判断式来写就可以了。那最后手臂的部分，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纸箱的堆积方式。以方形的纸箱而言，我打算让它以这种方式堆积。那困难的点就是需要让副程式知道现在货物需要堆积到哪一个位置。这非常的简单，也是总数对4取余数。我们可以这样思考：货物4个、4个、4个为一堆。那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纸箱编上编号。
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编号对4取余数，也就是它该在的位置。所以我们回到主程式的部分，首先要有站板才能堆积货物。当站板到定位之后呢，手臂就可以开始动作。那我们给副程式的值，也就是刚刚说过的总数对4取余数。那最后呢，也就是堆积完成之后，要把整个站板送出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程式的撰写。最后，当我撰写完程式进行测试的时候，发现模拟机出现了错误，所以在期末报告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成过影片的。那在之后的假期期间，我将它进行了除错，最后也是成功的模拟出了整套的动作流程。